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2号。昨天狗狗币在 1.618 的时间窗口，最终是选择往下变盘，跌了 3.8%。当然，昨天也没有操作，已经有1个星期多没有操作这个加密货币了。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它这一次万一是真的跌破了这一个矩形，重新回到下方的这个矩形，下一次的买点是在 0.082。这个 0.082 的位置有3个支持点，要怎么来分解？等下来跟大家聊啊。当然，我也不敢保证每一次的点位真的就猜得这么准。上一次是在这个矩形的低档，敢大胆的跟大家讲，你要站在买方。后面是这一波短线的肉，有些朋友肉基本上吃的都还可以啊，或者是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0.08 啊，我们要怎么来观察，以及这上方的一个区间，其实已经预判了有一段时间，你不要去高档去追，你看一下还有没有低档的位置，这里面有很多支持点啊，等下来跟大家分解，以及昨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确实是最近有利空，灰度会不会爆雷？但是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它4个小时还在这个区间，你不要去追啊，前面有拉上来的话，也是跟大家讲，你不要去追，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，是不是要等待这一周的一些重要事件？明天晚上9点半的美国 CPI， 以及15号的美国货币政策，是不是要再加息75个基点？还是类似机构预期的，是不是只加50个基点？那压回的话，它到底目的为了什么？要等那个事件结束以后才会再拉吗？还是说像一些市场的一个观点是，这个位置整个区间的恐慌指数一直在20到26附近，很多人是讲恐慌情绪可能还没有杀到位，还要继续往下奔。入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eyond OK 返佣 20%， 可以用亲人的身份去认证 ，Beyond 转 Beyond，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，已经讲了几天了，就是它这一个低档的时间，你如果拉到这个高档，从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以后，它这一根大涨的 K 线开始计算上涨的一个起点，那你观察一下，里面时间是确实有时候会存在这么一个现象， 0.618 它会有转折向上，然后1倍的时间，第二天高点就是有一个次高点的转折。那 1.382 的时间是在前一天见高，现在有一个转折下来。如果我们看这个时间，你下一次去留意这个2倍的时间是在18号左右，因为 1.618 现在已经过了嘛。昨天我也是没想到，确实是有变盘，不过我也没有操作，主要是一个观点是这样子，它整个形态在高位的时候是不太好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正常的情况，如果是像这种上涨的时候量开始增了，然后它调整的时候量开始缩了，涨的时候量又开始增了，涨的时候量又开始增了，这都是健康的量价形态。但是从这一根开始有一点不太对了，就是这一根下跌的时候，量能虽然还是缩的，但是后面上涨量能已经跟不上，所以你看到这种上涨的时候，我当时是跟大家讲，这一个矩形不是过了嘛，过了压回，我在这个位置没敢跟大家讲你要继续买啊。后面上去的话也不敢跟大家讲，你或者是继续买再追，就是因为看到量价形态不太漂亮。那后面呢，下跌的时候量能开始放大了，上涨或者是有下影线的 K 线，它的量也是跟不上。那后面呢也是一样，特别是这一根量出来的时候，它是收了一个上影线，量能也是非常的大。后面这一根 K 线的时候，当时在这一根也是跟大家讲，你短线还是减少操作，不要去动，有可能它真的会再压回这个矩形上沿。那现在短期到底会不会破？其实我也没有底啊，它真的要再破下去吗？那至于 0.082 的买点，我前面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讲，你去观察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这一个250 MA， 它还是不断的在下移，也不排除它会重新压回到这个250 MA 大约的一个支撑位，就是在 0.08。 当然这一根 K 线它是谈不上支撑啊，支撑是属于这个布林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轨的位置，目前的位置是在 0.083。 那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，你如果要找买点，你去观察一下它什么时候如果是价格破这个布林线下轨的时候，因为它只有 20% 的时间会破下轨。比如说这个低点是不是这个下影线是不是破下轨，它就是破布林线的下轨。有时候买点确实就是在下轨，或者是卖点就是在这种
出上轨的位置。所以这次是跟大家讲，你去观察一下这个 0.082 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会不会破这个下轨。那还有 0.082 我们要怎么来观察？其实就是这边不是有一个横盘的破位区拉上去，大致也是在这个位置啊，可以拉一条线过去。那至于比特币，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它这个矩形4个小时已经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它是不同于4个小时前面的这个矩形或者是这个矩形，因为它是提前这个高点不想过前面的2个高点，下方的那个 KD 指标是已经提前修正了，讲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嘛，就是这个高点没过这个高点是好事哦，它指标提前来修正。那这个矩形也是一样，它在这个高点没有过这个高点，指标提前来修正，它一个低点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，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，修正到低档的时候一波金叉，那陷阱挖到位它就上去，陷阱挖到位它就上去。但是这一次又不同啊，它是这个区间还是在不断的震荡，就是前面弄了一个陷阱，又挖了一个陷阱，我们拉小一点嘛，因为当时这个高点也没出来，这个低点也没出来，就是陷阱不断的在反复，那可能说明目前的4个小时的区间震荡没有到位，你上去也不要追，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。主要就是一点，大家记得前一波上涨的龙头就是狗狗币，还有一个 LTC。那现在整个市场，我这2天观察了很多币种，FTM 虽然是有一点强势，或者是上一周也是有看到 AXS 游戏的那个品种，它盘中也是有异动，但是没有持续性啊，就是很多上涨的品种都是没有持续性，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整个数字货币它还是不断的持续在震荡。那有没有可能一路往下奔？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报道，昨天也是有看到这一则新闻啊，加密恐惧和贪婪指数可能暗示另一次的暴跌。它里面有讲到一个观点是在这个位置啊，过去2周市场情绪指数是相对比较稳定啊。它讲的就是那一个这一个恐慌指数，就是过去几周因为 FTX 暴跌以后，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趋于稳定，尽管资金继续从就是说加密货币交易所转移到私人钱包，但是市场上的恐慌情绪已经消失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恐慌指数，我现在是用全部的恐慌指数来观察，比如说这一次 FTX 交易所爆发危机黑天鹅事件，我们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，它整个恐慌情绪一直是没有跌破这个20啊。相比之前的6月份，当时比特币一路崩盘，是一度整个恐慌情绪都跌到10下方啊。所以这一次那则新闻是说，有可能不排除整个恐慌情绪可能还有更低的崩盘的低点，就是说这个恐慌指数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次 FTX 交易所刚刚画的那一个位置，一直在20附近，就是这个位置啊。那上一次在6月份的一个恐慌指数是，就这一波崩盘啊，它是一度崩到2万附近的时候，或者是1万8附近的这个比特币，当时恐慌情绪是更恐慌，是在10下方。那新闻报道是说，就是这个位置有可能是崩盘，情绪都还没有释放完，但是最近已经有这么多的事件，包括那个 BlockFi 或者是灰度是不是要爆雷，整个市场还是不想往下崩，也是不排除我跟大家讲的一个观点，目前它是有一个短线的上升趋势，20天的成本已经是这个位置，已经是重心抬高到这个上沿，就是下方的这一个低档，可能主力可能已经也不想让它价格再下去。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一则推特啊，这一波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的它的一个低档的位置，很像那一个疫情当时的一个低档位置，它后面是横盘到位以后就开始往上涨了，所以它也是拿这一个新冠肺炎的一次恐慌的低点，跟这一次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的一个低点来比对，就类似我之前的一个视频有跟大家提过，它这张图片跟我之前在 YouTube 上面发的这个视频的封面，我也是同样用这个疫情的低档来比对，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嘛。当时
整个崩盘来到15000的时候，这边不是有一个上涨的吞噬，那这一根也是一样，疫情爆发以后20年的3月份，它后面是有一个多方的抵抗，后面是重心在下移到这个低档位置破不下去，最终是上来。所以我之前在跟大家讲的时候，15000你可以去观察一下，有可能15000真的就是一个低点，它可能会再上来啊。那目前的图形我们观察一下，它就是重心虽然是形态跟疫情的低档有一点不同啊，再挖了一个坑，重心已经回到这个上方，有可能目前整个区间震荡，你去回顾昨天的视频啊，就是非常的无聊，它可能是在等待明天的一个 CPI 数值到底会不会在低于 7.3， 或者是15号的时候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是不是只加50个基点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